峰哥希望终有一天，你能不再亡命天涯，也永远不会和网友们相忘于江湖。愿你永远能活在网友们的心中。你这纪念峰哥呢？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大家好，我是大王啊，我是小王。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在中国互联网上现在引起广泛争议的网红峰哥亡命天涯。这峰哥呀，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关注过，但是偶尔就会刷到他的视频。一旦刷到的视频就忍不住就一直看下去。你别看他看着外表好像有点邋遢，但真的是又幽默又可爱哈。不仅说话声音非常好听，而且他往往看问题的角度新颖奇特，令人茅塞顿开。那很多人阳痿也不治啊，是不是？那就是哎呦不行了，挺好，正好省事儿了，不治就不治吧。不是女朋友说，老婆说去呗，不行就分手，过不下去就离。他不拿这东西当回事儿。不是所有人都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啊，充满了阳刚。所以从峰哥这块，我就意识到这个男性的魅力啊，其实它根子上就在于智慧。他一张嘴，就他那一头凌乱的头发和邋遢的形象都不重要了，立刻就让人感觉非常的可爱，性张力就拉满了。那拉倒吧，那性张力还真的是不至于。不过你对他这评价也是相当之高了。上一个让我觉得可以忽略掉他颜值的吧，还是演员黄渤，就让我觉得就是黄渤演的戏，我还是确实挺想看的。那我就这么说吧，就他亲女生一口，女生你觉得是乐于接受呢，还是？那还是不太乐于接受的。好，那最近几个网络大 V 哈，就接连遭到了封禁嘛。然后你看，我们前面讨论了张雪峰，然后又是护城风，你看这现在又来了一个峰哥叫周立峰哈。你看这三峰三足鼎立，他不是三足鼎立的味儿，就是他们父母生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估计也没有预测到自己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互联网网红啊。你说给这么孩子名起的是真不怎么好啊，就封，不封你封谁呀？是吧？这仨都要被封了。所以你看罗永浩，人家名就起得好，是吧？永远在网络上浩浩荡荡的输出，人家就不仅是网红鼻祖，还是网红常青树。他这个浩还跟好谐音，所以这名起的是真好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峰哥已经连续多日没有更新社交媒体了。在护城风张雪峰相继被封的这段时间里呢，这位曾经被封禁又解封的网红，会不会再次在网络上亡命天涯，就成了很多网民关注的焦点啊。峰哥本名周立峰，毕业于大连民族大学。大学毕业后的前5年，他都在那个巨人网络当程序员哈，就负责当年那种什么网游小广告，你会看到满屏刷的都是那个征途2游戏，他就负责那个征途2的编程工作啊。那这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现在在中国各大平台上坐拥数百万的粉丝啊，自称呢拥有探险家、纪录片导演、登山运动员等等多重身份。他也是网红经纪公司蜂群文化的合伙人，也是股东之一啊。那峰哥在2012年刚加入蜂群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一切还都不太正规，他一个人身兼数职，从这个策划到创意，从媒介到执行，他都会去尝试啊。然后就熬夜又撰写文案，陪客户吃饭喝酒啊，这也都常事儿。所以呢，他就在这种摸爬滚打之中，就培养起了非常强的网感。后来他就亲自出来当网红了。拍纪录片、当导演、登山潜水、直播说车轱辘话。那作为蜂群文化的合伙人呢，那峰哥人家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应该说哈，这也为他的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底气啊。峰哥真正开始在网络上走红呢，是从2019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2019年的时候，他买了一张机票飞到印度的新德里，当时有另外一个网红叫刘墉，他就是在印度拍摄啊，然后口头禅什么干净又卫生啊，他就因为这个梗呢就大火。然后顶着同款大胡子的这个峰哥呢，就一边探访街头的小吃，他也按照刘墉这个思路啊，也为他的内容打上了一个干净又卫生的这个印记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对比嘛。在他的首支视频中啊，他3两口就喝掉了这个街边摊贩接过来的那个自来水啊，然后举杯说啊，恒河水啊非常好喝，这就被粉丝视为他梦开始的地方哈。由于他这个装束就完全融入到周边的背景了。就有不少粉丝就调侃他是衣锦还乡，粉丝还援引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给峰哥起了一个婆罗门的绰号，而粉丝就自称自己是首陀罗哈。那峰哥和他们的粉丝这种带有一些自嘲色彩的这个称呼，恰好就契合了 B 站用户那种喜欢那种抽象文化挺有意思。就离开印度之后，峰哥然后就疯狂在8个国家15座城市之间就来回奔走，然后他还尝试去登这个珠峰，但是呢没有成功哈，也幸好没成功，否则的话可能在网络上现在就见不到峰哥了，因为登珠峰它毕竟挺危险的。那他要真硬来的话，现在真不好说了。
之后他有一期开超跑吃地摊是种什么体验的视频，他就穿着一个众泰汽车的 T 恤哈，脚上的橘色运动鞋那还有上面有个小洞，然后亮出的这个红色超跑钥匙扣上还拴着一个指甲刀啊，非常接地气。然后他吃完一份臭豆腐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啊，确实真香。就这一系列元素的这种混搭组合，被粉丝们称作一种极致的黑色幽默啊。那这种自带的潦草气质和千万的身家资产相比，让他和这个资本风的那个标签极其的适配。所以我要刷到的视频，我真是挺喜欢看的，特幽默、特搞笑，然后挺标新立异的。但真正让这个风格大火出圈的是他那个三和大神系列这个视频。许多中国网民初识这位长着大胡子的周立峰，就是因为他在2020年上传的这个系列。三和是深圳边缘的一个廉价零工人力市场。日本的 NHK 电视台啊，在2018年的时候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就记录了一群在三和人才市场外进行徘徊，然后做着这种薪水日结的零工，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这些年轻人，就让三和大神就成为了当时中国网络的一个热词儿哈。风格呢，当时就乔装成了一名这个赌球破产的老哥，他就深入到这个三和人才市场内部，揭露这个阴暗角落的真实生活，展现了一群在工厂里面承受着这个比较繁重而又枯燥的劳动，然后又有一群呢被 P2P 平台坑害的走投无路的这些底层群体啊。这个系列视频在 B 站就获得了超过1000万次的播放，数据表现最好的一支视频还收获了485万次的播放哈，就登上了全站排行榜第35名。三和系列就成了峰哥向弗拉峰导演进发的第一站。峰哥就自诩啊，自己已经成为独立纪录片导演了，说他这个三和系列是他的早期作品啊，豆瓣有9.9分。自此之后啊，对于中国底层社会的关注就成了周立峰屡试不爽的流量密码。他随后就拍摄了涉及烂尾楼啊、破产民营老板、精神病人等等哈，折射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种种的这种视频内容。比如在当时他在 B 站播放量最高的一期 Vlog 啊，标题是这样的：26岁患癌症无亲人，在出租屋静静等。在后续作品中啊，他也陆续发布了像成都底层 rapper 生存状态等等视频。出没期间的人物就包括2年败光了400万的什么时尚老哥，家道中落后，然后自我囚禁3年，沦为精神病人的富二代等等啊。在他的流量向上攀升的同时，这些故事中心的主角组成了风宇宙，也带来了大量的话题和讨论度啊。看起来就还是主要是猎奇还有卖惨，就这类视频确实可能比较吸引大家的这种关注度。其实你不能完全叫卖惨，其实关注那些社会的底层和边缘人的生活状态哈，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哈。峰哥呢，他在采访中曾经这样说哈，说我们从小到大都习惯了宏大叙事，宏大叙事里面丢失了一些流泪的人。所谓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呐，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他们的情况呢，一般在新闻上是看不到的，所以峰哥说他就选择去如实的记录一下。但这个腾讯新闻旗下知识万象哈也指出说，主流叙事之外的内容为周立峰带来流量和粉丝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有人就称赞他是当代鲁迅，有人评价他是资本风。那周立峰自己啊，他就认为啊，资本风呢是外界对他的爱称。这里的资本并不是指多有钱，而是指啊，他有资本能决定拍摄什么，就说他的自由创作空间更大啊。但时间来到2025年，随着张雪峰和护城峰相继被封，那峰哥这话显然是说早了哈。2023年的时候，峰哥的这个绝世狠活更是让他名声大噪啊。缅甸诈骗消息铺天盖地的时候，峰哥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妙瓦底。你想去妙瓦底，这什么狠人呐啊！但在拍摄园区的时候，他就由于拍到了这个警车和军车，被警方当场就抓获了，然后说要判处死刑。然后他出示了护照啊，然后就改为缴纳保释金释放。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峰哥当天他就在妙瓦底克伦联军招待所进行了一场吃播。你看这个峰哥从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然后又到电信诈骗、人口贩卖等等跨国犯罪肆虐的这个缅甸妙瓦，许多人眼中的危险之境都有这位探险家的身影，可以说真是了不得呀！这么豁得出去，所以他不火谁火？对，所以在这个 B 站大整活的时代，峰哥称得上是其中的受益者，而且他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粉丝热爱抽象和整活，峰哥恰好就开放了自己，任由粉丝们进行解构的，什么资本风什么玩意儿你就随便说啊。互联网就是图一乐嘛，双方啊可以说都
看透了他们彼此的本质。作为内容产出者的这个峰哥，他看透了用户的爽点，用户呢就及时奉上知名哄孩子王的绰号，然后 B 站的这些文工团们就负责搬运这些直播的切片，然后广泛的传播，标题必然要断章取义，必须要挂搞笑夸张，擦边的意味非常深厚啊。然后在风宇宙逐渐膨胀那些年啊，出没其中的男性角色就被粉丝统称为老哥。从峰哥的风宇宙中走出来的最为网友津津乐道的老哥啊，包括大神石头，他是一位10年的理发师啊，因为赌博流落到三河市场。还有一位叫秋雨，在日本，他可是一位曾经年薪600万日元的前建筑设计师，后来他被炒鱿鱼了，因为挠头一战成名。还有一位叫老哥的自我救赎，他做过地产中介，杀进股市，倾家荡产。还有叫什么石头的卖房小王等等人哈，都在 B 站开过直播，不少人都有1万以上的粉丝。其中那位秋雨在日本，他入站1个多月就达成了100件成就。在互联网上，他们的身份在活得通透和网络小丑之间反复的横跳，非常引人注目。可以说，峰哥不仅把自己捧火了，还顺带带火了不少人。对，就像那个 DC 宇宙、漫威宇宙一样哈，有那么多的角色都活跃起来了。峰哥因为之前的这个言论和行为等等哈，也被封过好几次，但是很快呢也都解封了。那最近呢，他提出来这个性压抑理论的言论就破圈了，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啊。他也获得了弗洛伊德风的新称号，成为中国网民心中比肩思想家、性学家弗洛伊德的一个民生野生的一个哲学家。峰哥所谓性压抑理论的核心，就是他提出的一切精神问题都源于性压抑的这种论述。传宗接代的思想依然深深影响很多中国的男性，但在现代社会啊，这套观念其实当然早就过时了。当不少男性啊既压抑不了原始的动物本能，又缺乏性魅力和经济能力的时候，往往就会陷入深层的这种焦虑和敌意，但他们并未反思真正的根源是什么，而是本能的虚空所敌，将责任都推给了女性。因此啊，当网民提出类似女神被男人碰了很介意怎么办？学姐看电影手放扶手上是不是暗示我？还有什么女友曾与他人同居就觉得女友不干净？还有看到国内女孩喜欢外国男人媚外很生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受到峰哥的一顿臭骂，并且从性压抑理论去解读平息那种心理啊。性压抑论与不少中国底层男性的处境可以说是相关的，而且呢带有这种自我贬低、解构主义、映射现实等等的一些特征。而峰哥呢又以直白幽默的方式把许多男青年的问题归结为性压抑，这个观点和精神分析学派有着某种相似性，是吧？经由他这种直播呀，性压抑、3D 人士这种概念就被热衷于抽象文化的 B 站用户们发扬光大了。前者用于剖析男女关系以及社会现象，后者就被用户用于改编啊、整活。那这些词汇呢，都符合互联网热梗的这些特征，还有意义很容易呢被简化。这一年来啊，就可以说性压抑已经变成中国互联网的显学之一，连这个见证圈都在用这个词互相的攻击。有文章就认为啊，周立峰将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因于裤裆，很容易成为消解问题严肃性的嘲讽，把一切严肃的议题转化为恶俗化的乐子，并与受众共建一套内部黑话体系，以此来解构主流。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你为什么严肃的话题就不能用通俗的语言来解读呢？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哈，所以我还是挺支持这个峰哥的这种解读方式。当然他的理论我并不完全赞同哈，但是我赞不赞同一点都不重要啊，完全挡不住性压抑理论是中国网络近期引发热议的3大理论之一。另外2个理论分别是网红护尘风的这个苹果安卓论，前面我们也讲过了，还有另外一位抖音博主提出的立功思维理论。前者呢用2种手机操作系统区分各种人事和物，也隐含了什么进口优于中国国产产品的意思哈。后者呢主要是嘲讽一些中国男性将人生简化为攒钱、结婚、生子，忽视个体价值的这种思想观念哈。这3大理论啊都被认为和中国底层男性的处境其实是有关的。有网友就总结啊，说立功就是性压抑的安卓用户。你看人家用一句话就把这3大理论非常完美的精炼的粘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是汉语的又一次巅峰运用啊。那在我觉得这网友其实也挺无聊的，我真难以想象什么样的网友会去天天听他们3个人的视频。话虽这么说，但说实话，这3大理论在网上的广泛传播，你真是想躲都躲不开。你看我并没有平时关注他们仨，但是时不时就会
刷到他们的视频，可以说这都是拜 B 站的这些二创艺术工作者们的所赐啊。在风宇宙里面，峰哥就用车轱辘话的方式把性压抑理论讲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但是你看他能耐就在于，就总能让观众觉得，哎，每次听都有新意啊。峰哥曾经在直播中说，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是性压抑。在他看来啊，很多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包括男女关系中的困惑，哎，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找到解释嘛。然后他在直播连线中，面对各种情感困惑的提问，总是能用他这套理论来解读，就一遍一遍的反复说。但是呢，又往往能够一针见血，让提问者往往无言以对。然后粉丝们还觉得每次都听着新鲜。现在峰哥的粉丝还经常用一句他常说的一句话：“这是好事啊”，来回应各种事情。你的相亲对象跟你说打过一次胎呀，现在人还蒙着呀，这是个好事啊，就说明他很坦诚嘛。就是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占一个啊，不能流芳百世，做个遗臭万年也不错。所以说以后你也是你女朋友幸福的保证了，她遇到什么样的男的都比你强。跟你分手之后啊，全都是愉快的事儿，开心的事儿，你是男朋友中最拉的一个。所以说对你来讲啊，看似有点羞辱，但对你女朋友来讲，确实也是个好事儿，就是已经触底了，以后再找啥样的都是上坡路，确实是个好事儿啊。非常饥渴呀，非常饥渴其实是好事儿。女生不要觉得男生饥渴是个坏事儿，饥渴说明他欲望强。一般来讲，欲望越强的人越容易成功。这句话我没有看过峰哥的直播，但我想说，他的粉丝是不是90%都是男的？可以说大部分应该是男的，但肯定也有不少女的。就峰哥这个人很幽默、很搞笑的，我觉得啊，他都要接罗永浩的班了哈。就他，你看这都是好事啊。这句话本身它就充满了反讽的意味，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当峰哥被封禁的时候，粉丝们也说这是好事啊；当峰哥解封的时候，粉丝们也说这是好事啊。就这种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啊，就成为风宇宙的一大特色。那男女通吃啊，大家都喜欢。那峰哥更大的创作自由，那也往往就意味着风险呗。在风群文化的这个专访文章里面，周立峰就被问到，说是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不免会触碰敏感话题，会不会担心被封号啊？那峰哥说，我相信这个社会啊足够宽容，相信领导部门能分辨哪些人是别有用心，哪些人是建言献策。关于社会议题，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我会去批评和质疑哈，没有夹带私心私货，没有刻意引导破坏性话题，更没有通过这个赚钱赚流量。那我的初衷是比较善良的，只是希望一些不被关注的合理诉求能被更多人看见。你看这么一说啊，这峰哥还挺正能量，但峰哥依旧是招蜂引蝶，他就招来了中国知名的爱国正能量博主，叫孤原木蝉呐批评。周立峰在一次直播中回忆说啊，孤原木蝉2023年曾称他是公知和汉奸，他随后呢就以表白为名发视频嘲讽。峰哥在视频里面就说：“我爱你，哪怕我知道你比我大了8岁，这注定是一场畸形的爱；哪怕我知道你已经结婚，这注定是一场无言的结局。但我仍然爱你，爱得如痴如醉，无怨无悔。我爱你，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陷入了疯狂。我从肉体到灵魂上，完完全全的爱着你。我爱你什么呢？我也问过自己，我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了，请你接受我这份爱吧。如果你不接受也没关系，我知道，你就像皎洁的月光一样，只能挂在天上，让世间的人儿欣赏，但是不可接近，又不能亵玩。但我仍然爱你，爱得无怨无悔。然后这俩人后来还闹上了法庭啊。2024年的1月啊，周立峰在拿下了 B 站年度弹幕人气奖之后，突然遭到全网封禁。后来在当年的4月解封。关于峰哥被封禁的原因，至今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当然了，这是很多人被封的一个常态哈，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说了哪句话被封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就是当年说啊，对网红大 V 造热点、带节奏等乱象在进行整治啊，那就内容而言呢，峰哥的确有触碰监管红线的危险。先前呢，他尚能凭借多年的自媒体经验，将这种风险纳于可控范围内。但这个风宇宙的膨胀速度显然出人意料，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在互联网出现的网红，往往也在互联网上就会消失。这曾是峰哥采访中产出的一句金句。这一段颇具洞察力的话，
也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粉丝们以找乐子的心态来看待这场突如其来的封禁，庆贺喜大普奔，永失我封。在微博峰哥现存的置顶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感谢大家还能够记得我。在评论区下，粉丝就用他常说的那句话来回复：这是好事儿啊。那峰哥的信仰理论现在也为周立峰带来了新的麻烦，可以这么讲。就在护城峰遭到全网封禁，立功思维的讨论也被全网屏蔽。那现在暂时安全的周立峰就成为了网民关注的焦点啊。那周立峰在中国国庆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中说，没到那一步呢啊，现在只是这么一个时期，还会有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说实话，在研判。他求生欲满满的强调，自己从没有开创过什么理论呢，都是其他人给我总结的。而且鼓励网民买国产汽车要用小米手机，超市就选永辉，手机就选安卓，电动车就是比亚迪、华为，这是我的选择，我一直都是这样。你看周立峰在中国国庆节前的这次直播，就鼓励网民要买 A 股生宝宝。可惜峰哥的努力被他那些不争气的粉丝们又搞抽象了。这些粉丝就说峰哥又在阴阳怪气儿，反着听就对了哈。那峰哥内容的这个抗风险能力目前看其实不是那么高。那一旦从小众迈向了大众，那他接受审视的这个力度就会加大，他的内容就有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峰哥在去年11月的一个视频中解释他自己的内容困境，说现在没活，要是硬整出垃圾活，大家马上就会群起而攻之。就好比说你是海里的一条鱼，当你只是被一条小鱼咬出一个口子之后，其他的大鱼都会闻着味儿来了。在一些中国网民看来这个被调侃是战地记者周立峰，除了在全球各地冒险，也长期在中国网络言论尺度这个红线边缘。在风宇宙里面，这种红线边缘试探的方式被粉丝们戏称为亡命天涯。虽说峰哥在网络上常常亡命天涯，但人家的生命力在于他理论还非常有弹性。你看他不像那些过于刺眼的什么立功思维，你看这样的字呀，他是非常聪明的，从弗洛伊德的这个性压抑角度来切入，其实是从生理层面来探讨一种心理问题。它只是人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和欲望嘛，就比较容易被接受。所以他即便被封多次，也都被解封了哈。那性压抑理论的这个巧妙之处就在于他把复杂的这种社会问题简化成了一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这种简化虽然可能过于片面了，但非常容易传播，也容易引起共鸣，还不容易被监管关注。因为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某种程度的压抑。但是你看峰哥把这些用非常幽默的方式说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又觉得原来如此，觉得还说的挺有道理。而且峰哥有另外一种正能量的阴阳怪气的那种幽默，就是嘴上的口头禅，这是好事儿这种搞笑的正能量，这种看似正能量虽然有点反讽的这种表达意味，但让他的内容在严肃和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当你听他说这是好事的时候，你心里知道他可能说的是反话，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正话。这种模糊性给了他很大的操作空间，你看是不是非常聪明？和周立峰并称 B 站2圣的这个护城峰被封之后，中国的网络可以说是一户落万户生，出现了多个模仿护城峰拍摄什么安卓祝福、测试各地最低工资购买力，还有送钱给底层民众的这些视频，可谓是花样百出。这3大理论好像现在被压制的挺厉害，但是他们就在不断的以新的形态继续出现，成为一种情绪的暗涌。其实吧，我觉得网友呢说他们是什么3大理论，其实说白了嘛，就是用一个比较鲜明的观点，然后也不能说它是哗众取宠吧，但是这个观点你确实要感觉挺犀利的，然后去好像直面的揭示了一些社会问题。峰哥呢就什么东西都往性压抑上面扯，然后护城峰就说什么苹果人安卓人然后包括我们上一期聊的楚明宇，他就是上等人下等人。你看楚明宇他是平时发微博用文字的形式，所以传播力没那么广。我现在听你说完，我想如果楚明宇天天是录短视频录视频，然后就是天天说上等人下等人，我看楚明宇这影响力跟护城峰也不相上下了。而且就因为他们说的多，就感觉是在互联网上占坑占的多，就多多少少你会觉得他说的有很多你不认同，但是有很多你还是认同的。是那你看这个，如果上等人下等人这套理论如果要录成视频广泛传播，那可比安卓人苹果人刺眼多了。
安卓人、苹果人其实就是披着一层好看一点的外衣的上等人和下等人嘛，都已经对，就已经成为现在这个被封禁的状态。那你要是直接把这几个字儿露出来，那还得了啊？但你看峰哥的内容啊，人家核心是关注底层嘛，关注那些被主流叙事忽视的人群。用户就形容说，峰哥是个深渊，往里面看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在峰哥的镜头下，你看到的不是美化的底层，而是真实的、残酷的，有时候甚至是丑陋的底层生活。这种真实性让他的内容具有纪录片的这种价值哈。在摇晃的镜头下，是老哥们赤裸的这种欲望和困境。峰哥拍摄了一对隐居在云南大山遵循这种开放式关系的男女，这个时长长达1个小时，网友称他喜提纪录片最佳导演奖哈。这种敢于触碰这种禁忌话题，展现边缘人群真实生活的勇气，所以让他的粉丝们非常喜欢的嘛，觉得他真的能整活。当然了，峰哥身上的这个争议啊，也始终很大哈。一部分人认为啊，他针对下层生活的纪实，让人大开眼界。他呢就擅长在嬉笑怒骂中解构一切。就也有另一部分用户就指责他对于边缘人群的消费啊，比如在三河系列中也有人在底下骂他什么资本风之类的哈。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两极分化的评论啊，也是峰哥和用户双向奔赴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呀，对于人性的洞察，还是让峰哥的内容始终能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他其实真的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他也能拍出来，也知道如何包装内容，让观众既获得娱乐，又能获得某种思考哈。这种平衡其实是很多内容创作者难以做到的。从程序员到100万粉丝网红，峰哥的成功可以说，他既抓住了短视频时代的风口，也找到了他自己的内容定位，而且他还能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即便在被封禁之后，也能迅速的调整策略，持续保持影响力。可以说，我认为啊，峰哥跟其他几位被封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存在，他的韧性，他绝对是一个难以被彻底消灭的存在。至于峰哥未来会不会像护城风一样，最终也是在网络上亡命天涯，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啊，即便峰哥消失了，他所代表的这种内容类型，这种表达方式，依然会以各种形式在别的 UP 主身上重新焕发生机，因为他回应了一部分人的情绪需求，也填补了某种内容的空白。在这个意义上，峰哥确实能够永生啊，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一种内容的范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互联网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峰哥和护城风张雪峰是截然不同的，他呈现给人们的永远是那么一种让人喜爱的状态。他也是这些网红里面相对被骂的少的一位，因为他戏谑幽默，真实不装逼，有的时候还自嘲一下，比如他经常说自己那方面不太行啊。他唯一的败笔可以说就是形象啊，有点过于放纵了，有点邋遢，影响涨粉。如果他要像大兵那么捯饬一下哈，不管颜值怎么样，最起码咱把自己收拾的利索一点，他绝对是一个至少1000万级粉丝的一个大 UP 主。最后一句话总结啊，不管峰哥将来会不会亡命天涯，他永远会活在粉丝们的心中。哎，你这是 call back 吗？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